用同理心化解紧张局势。家庭里难免会有紧张的时刻，尤其是青少年与父母之间的冲突。想象一下，孩子吼道：“你根本不懂我！”父母回吼：“你现在这态度是什么意思？”局势瞬间升温，结果是双方都气得不想说话。同理心就像一台降温器，能让剑拔弩张的气氛慢慢缓和。学会在冲突中用同理心，不仅能化解矛盾，还能让亲子关系更加紧密。有一天深夜，妈妈正在睡梦中，突然听到淑敏的房间传来微信通知音。妈妈瞄了一眼时间，凌晨1点，她立刻推开房门，看到淑敏正趴在床上，用手机聊得正开心。这么晚了还不睡？你明天不是还要考试吗？妈妈的音量瞬间飙到最大。淑敏翻了个白眼，我知道啦，就聊一下而已，你干嘛这么大惊小怪？这是聊一下吗？你根本不把规矩当回事。妈妈怒火中烧，伸手就要拿走手机，淑敏一把抢回，怒吼：“你能不能别管我那么多？”说完摔门回房。妈妈气得站在门口直喘气，心想：这孩子是要造反吗？冷静下来后，妈妈决定换个方式处理。第二天早晨，她用平静的语气对淑敏说：“昨天我们都太生气了，能聊聊吗？”淑敏虽然还有点不耐烦，但还是点了头。妈妈轻轻说：“你昨天晚上用手机，是因为心情不好，还是有什么特别的事吗？”淑敏低下头，就朋友在群里说了点八卦，我怕错过了就跟不上话题。妈妈沉默了一下，点点头：“我懂了，你是怕被排除在外，所以才熬夜跟大家聊天，对吗？”淑敏的表情软化了一些。其实我也知道很晚了，可是如果我不回，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不够合群。妈妈拍拍她的手：“你的感觉我很能理解，以前我也有类似的困扰。不过你觉得有没有其他方式，既能跟上话题，又不会让自己熬夜呢？”淑敏歪着头想了想，或许我可以早点聊，或者白天再看回放消息。那天的对话让母女俩找到了共同的解决方案，也让妈妈体会到用同理心回应真的比火上加油有效多了。用同理心化解紧张局势的3个步骤： 1. 放下自己的情绪，先了解孩子的情绪。当紧张的局势出现时，父母常常因为自己的愤怒或担忧，忽略了孩子的感受。此时，请停下来，问自己：我的孩子现在感受到的是什么？例如，在故事中的手机风波中，妈妈若能提前想到淑敏可能有社交压力，情况或许会更好控制。2. 用描述代替指责。指责往往会激化矛盾，
而描述情况则能降低冲突的张力。例如，你昨天很晚还在用手机，我担心你的休息不够，这会影响明天的考试。这样的说法能让孩子感觉到父母是在关心，而不是单纯的责备。3. 问对问题，引导解决方案。与其直接命令孩子改变行为，不如一起探讨更好的解决办法。例如，你觉得有什么方法能让你既能和朋友保持联系，又不会影响到你的作息呢？这种方式既尊重孩子的自主性，也能让他们更愿意接受建议。实作练习紧张局势中的同理心训练。练习1：回忆与重构。回忆最近一次与孩子的冲突，试着用同理心重新描述孩子的情绪，并写下你可以用来化解局势的话语。例如，你当时很生气，是因为觉得我太专制了吗？练习2：角色扮演。和另外一位家人进行角色扮演，一人扮演孩子，一人扮演父母，模拟紧张局势，练习如何用同理心应对对方的情绪。练习3：观察与记录。未来1周内观察每一次与孩子的冲突，尝试记录下使用同理心后的效果，并与之前的处理方式进行比较。结语：紧张局势中的连结。紧张局势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我们无法从中找到连结的机会。同理心就像是一座桥，能让亲子之间的沟通变得更加顺畅。当父母用同理心回应孩子，孩子会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，进而学会如何用同理心对待他人。用同理心来温暖亲子关系，让我们一起从紧张中发现爱的力量。